如果问你过去30年全球发展最快的几个国家有哪些，大多数人脑子里大概率会出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。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在过去30年的 GDP 平均增速高达 6.6%， 不仅是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，甚至还要超过印度，在全球的人口大国中，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，排名全球第2。这个国家就是越南。过去30年，越南是全世界解决贫困最成功的国家，每天收入不到 5.5 美元的贫困人口从 95% 降低到 20% 以下，比中国疫情前的水平还要低。在这段时间，越南的人均 GDP 增长了16倍，出口额增长了55倍。然而，当我在研究越南经济的时候，我发现最有趣的还不是越南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么快，而是越南的发展路径跟中国实在太像了，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孪生兄弟。如今中国的增长已经出现了颓势，但年轻有活力的越南有没有可能超越中国，甚至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越南的经济。和中国一样，越南在真正开始发展之前也经历了一次内战，胜利者也是共产党。1954年，法国殖民军战败，结束了法国对越南近100年的殖民。随后，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一分为2，北边是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，南边是由保大皇帝民意领导的越南国。原本说好2年后举行统一的选举，结果却不了了之，分裂的局面越来越严重。北越的背后有中国和苏联撑腰，南越则依靠美国。1964年，东京湾事件爆发，美国以此为由全面的介入战争。1968年，北越发动了春节攻势，一度打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，让美国国内就炸了锅，反战的声浪越来越高。随后美军逐渐撤退，南越失去了美国的支援后，迅速陷入困境。1975年春天，北越发动了总攻，南越正式灭亡，越南实现了统一。自此越南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。统一后，越南和中国一样，开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。北方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，而南方原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，所以统一后，越共开始对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农民被强制加入合作社，私营企业被没收，商人的资产被充公，整个国家进入了高度集中、统一调配的模式，吃穿用度全靠配给。1976年，越南政府推出了第一个国家5年计划，由国家安排所有的资源分配，从种多少稻米、造多少铁到给工人发多少工资，全都写在了计划里。但这种计划经济和中国一样，并没有带来繁荣，反而带来了贫困。农业因为集体化而缺乏效率，出现了粮食短缺的现象。物价不是由市场，而是由官员拍脑袋决定，外加物资短缺，买不着比买不起更加常见。政府商店日常排起了长队，面对国营渠道的瘫痪，私下交易成了常态，街边出现大量的油商和小贩。虽然官方禁止私营交易但在现实中，非法市场才是人们的主要补给来源。经济崩溃和政治高压迫使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冒险出海，形成了船民潮。和中国的剧本是不是很像？因为他们有着同一个老师苏联。1986年，越南的通胀高达 770%， 人均 GDP 只有238美元。计划经济的10年也是越南历史上最艰难的10年之一。和中国一样，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折磨之后，在1980年12月，越共在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，越南语叫 Doi Moi。 第一废除农村集体化。1993年，土地法赋予了农民土地的使用权，并且可以转让、继承和抵押。结果仅仅几年之后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越南就从一个极度缺乏粮食的国家，成为了世界第2大大米出口国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集体经济的效率要远远低于市场经济。第二，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。1990年代，越南先后加入了东盟自由贸易区，和美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，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加入了 WTO。同时，越南逐步取消了进出口管制，实施汇率市场化，引入外商投资。出口额从1986年的17亿美元提升至2005年的367亿美元，增长超过了20倍。第三，市场化改革，逐步削减国企的作用，让私营部门成为就业的主力，并且开放物价控制，实行自由定价。到2005年，全国国企数量从1989年的12300家缩减至3200家左右。在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影响下，
从1987到2005年，越南的 GDP 增速平均达到了7%，成了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。越南的改革方向和中国也非常相似，都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，因为他们也有着同一个老师——西方国家。其实真的要发展经济，根本不需要磨石头过河，该走什么路，该做什么，很多国家都已经走过了。但中国和越南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，也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，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利。2020年，越南虽然仅剩500家大型国企，但他们却占据着越南 GDP 的30%，对金融和能源等关键领域仍然实施绝对的控制。这个和1995年中国提出的抓大放小一模一样。抓大是指保留大型的骨干国企，放小是指小型的国企改制和私有化。直到今天，中国的国企虽然效率一般，但和越南一样，仍然占据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，成为经济进步增长的绊脚石。那未来的越南会不会和中国一样，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呢？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。和中国一样，在加入 WTO 之后，越南因为政治稳定、汇率稳定和低人力成本的关系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，逐步开始了产业转型。虽然没有中国的制造业那么夸张，但越南也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关键一环。比如2008年，三星在越南投资了6.7亿美元，为越南引入了高端的电子制造业。截至2023年，三星在越南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，拥有约10万名员工，贡献了越南手机出口的近50%。利用外资技术，越南从低附加值的代工向品牌代工转型。如今，越南已经是耐克和阿迪达斯最主要的鞋类生产国。2023年，服装产业在越南的出口额约350亿美元，全球排名第3。根据摩根大通的预测，2025年越南将承担苹果60%的耳机生产和20%的平板电脑和手机的生产。尤其是这2年，中美贸易战和全球供应链转移，越南成为了中国+1战略的首选国家，也是中国转口贸易的最大受益者。从2007到2023年，越南的出口额增长了将近8倍，带动越南的人均 GDP 从不到1000美元增长到超过了4000美元。回看过去的50年，越南似乎在追着中国的老路走，改革开放的时间比中国晚7年，加入 WTO 的时间比中国晚6年，节奏上也差不多。说到这儿，大家肯定很好奇，那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多少年呢？根据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 GDP， 越南2023年的数据大概相当于中国2017年的水平，落后中国6年的时间，和上面的时间差不多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越南是一个多么落后的国家，因为就生活水平而言，越南已经相当于2017年的中国，那时候可能还是很多中国人最幸福的年份。当然，这个数据比较的是两国在国内的购买力水平。如果单纯的比较人均 GDP， 越南要落后中国13年的时间，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通常收入比较低的国家，日常消费的价格也会比较低，尤其是这个服务业。比如在中国，理发的价格要比越南的贵一些，理发的质量可能还差不多，所以购买力的差距通常要比收入的差距小一些。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 GDP，中国其实早在2016年就超越美国了。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，虽然中国的官方数据饱受质疑，尤其是这2年，很多数据都莫名其妙的给消失了，但不能否认的是，中国的发展速度要比越南快一些。在1986年的时候，越南改革开放的那一年，两国的人均 GDP 其实差不多。到今天40年过去，就算从体感上来看，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要比越南好很多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呢？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成为发达国家，需要很多的条件，比如人才、创新、制度改革等等。但对当年的中国和越南，想要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，投资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最近30年，投资占 GDP 的比重，中国要远远高于越南。高投资就需要大量的钱，要么靠借钱，像亚洲危机之前的东南亚国家，要么靠存钱，像中国。中国人应该是政治稳定、不打仗的国家里最爱存钱的人了。储蓄率同样要远高于越南。虽然越南和中国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，但产业结构却很不一样。首先，越南更加依赖农业。2023年，越南农业占 GDP 的比重约为12%，而中国的农业占比这么多的时候还在20年前。是因为越南的农业具备出口的优势，比如大米和鱼类，所以农业占比高不完全等于落后，而是一种比较优势的体现。其次，越南的消费占比要更高，更像是消费驱动型增长。虽然没有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快，
但也没有产能过剩和债务的问题，增长会更加持久。2024年，越南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只有 33%， 远远低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。那么未来越南能否超越中国，甚至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呢？现实可能没有那么乐观。越南想要持续增长，仍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一，越南依赖市场化的改革走到了今天，但进一步的改革却前景未明。2010年，国企在越南占比 1.2%， 到2017年只有 0.4%， 但其资本仍占据全国总资本的 28.8%。国企私有化的进程在这2年逐步放缓，2018年私有化的成果要严重的低于目标。而且在私有化的国企中，政府平均仍然持有超过 80% 的股份，私有化的进程也暴露了大量腐败的问题。2011到2016年，只有 3.7% 私有化的国企经过了审计，在审计的过程中，土地和固定资产的估值严重偏低，那些没有审计的就更不用说了。看来买到国企股份的也不是一般人啊。2023年，越南政府的清廉指数排名全球88位，比中国还要低，大家可以自行脑补。进一步市场化不仅需要国企瘦身，还需要促进小微企业的发展，但小微企业在越南的成长环境却非常的糟糕，银行普遍要求实物抵押，不接受未来现金流的预期，就是不接受你给我画的大饼。小微企业难以贷款扩张和转型，而且还经常受到各种网络审查和政策高压。第二，越南的制造业也面临很多问题，比如生产效率不足，加工复杂产品的人工成本反而要高于中国。出口企业大量原材料或零部件依赖进口，尤其是依赖从中国进口。如今，越南出口中 13.8% 的附加值来自于中国。越南的制造业还是以组装为主，超过 90% 的制造业工作对技能没有要求或者有很低的要求。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，越南的出口增长依赖数量而并非质量的增长。从2011年开始，越南出口产品的每单位的价值就已经没有增长了。其次越南长期维持比较低的工业电价，造成国家电力公司资金紧张，投资的供应跟不上越南制造业日渐上涨的需求。如果说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改善，那接下来的可能是长期的问题。首先，越南制造业低人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，制造业的工资从2011年的800元人民币上涨到了2024年的2400元左右，已经超过了泰国，跟中国的差距都很小了。而且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免费的实习生可以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加大研发投入并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而越南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只有 0.42%， 远低于中国 2.5% 和 OECD 国家 2.7% 的水平。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占比只有 1.9%， 还不到中国的1/5，而且这仅有的一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恐怕都在外资企业手里。目前越南出口额 72% 都是由外资企业贡献。在这个背景下，越南不要说向高端制造业转型，就连追上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走。越南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人口红利的结束。和中国一样，越南在199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，真不愧是俩兄弟政府大力推行2孩政策，虽然不是强制的，但在社会主义国家，政府的建议有多大的威力，你懂我懂大家懂，导致越南的生育率迅速降低。在2012年，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开始下降。在这个时候，越南的人均 GDP 只有1900美元，远低于中日韩这3个老龄化前辈出现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时的人均 GDP 水平。显然，越南可能和中国一样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。就算不说比例越南劳动人口的绝对值也将在2030年开始下降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口对越南经济增长来说就是副作用了。其次，越南的教育系统也严重滞后，想实现人口红利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也非常的困难。如今国家仍控制高校课程的设置，工程专业的学生居然要花 25% 的时间来学习马列主义，这点和中国一样，但比中国还要夸张。越南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比例也要明显低于泰国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，而且基本都被政府单位占有了。越南政府单位的雇员超过半数都有大学的学历，相比之下，外资企业只有 15%， 民企就更惨了，只有 5%。第四个问题当然是美国的关税。在2025年4月2日，川普声称要对越南加收 42% 的对等关税。
虽然这件事情最后会怎么发展，我们谁也不清楚，但作为越南最大客户的美国，就算只对越南加收10%的关税，也是沉重的打击。对此，越南的总理在2天后就急忙提案，将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降至0%，以换取美方降低或取消对越南的关税。可见他们有多么着急。制度改革、制造业升级和人口老龄化，似乎也是中国正在面临的问题。一方面，这些问题都是硬骨头，越南想要解决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走。另一方面，越南作为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国家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如今，越南 C 时代，也就1997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，对美国的看法主要受到科技、教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，而不是战争的仇恨。他们更希望能够拥抱资本主义，渴望成功和富有。越南的年轻人没有信息茧房，没有网络限制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在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找不到。看来马列主义的课程还是上少了。政府也在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简机构，将省级行政单位从63个缩减到3-4个，把30个政府部门缩减到17个，裁员10万人。这恰恰是中国极度需要但却办不到的事儿。越南政府提出要将私人部门的产值比例从50%提高到70%，并且公开承认私营部门是国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。最后我想说，越南虽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无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国家。希望它并不是下一个中国，而是下一个韩国。